Hello， 大家好，今天是10月9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解析，我是阿哲，很高兴和大家再次的见面。美股在本周出现了疯牛行情上涨，但是下周有可能给你牛回头的上车点位。特斯拉近期也是连续的大涨，市值来到了万亿之上。那么接下来我们应该持续的看多加仓，还是获利了结，等待再次的买入机会呢？阿哲在本次视频当中会告诉大家特斯拉几个重要的空间点位，它的上涨容易在某些压力点上出现高点，而又容易在某些支撑点上出现支撑，给我们买进的机会。希望这一部分内容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那么除了讲解纳斯达克和特斯拉的行情走势之外，阿哲同时也会对于英伟达、Coin、苹果、谷歌等等我们上期视频有提过的个股继续进行趋势的跟踪和交易点位的判定，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持续性的帮助。那么今天我们的课程正式开始，我们看到大图版。今天阿哲同样会分为3个部分来讲解纳斯达克指数。第一部分是市场当中的阳线观察，通过市场的阳线来判定当下市场的风险和机会。那么对于这一部分我们有所改变，因为之前阿哲一直讲的是市场当中的阴线，每一次市场当中出现阴线，阿哲都会告诉大家有关于它的含义，以及它将提供给我们的交易机会是风险还是机会的识别。那么每一次的阴线，阿哲在近期的市场当中每一次的解析都有告知各位，但是现在有所不同，目前的市场出现了疯牛短线的上涨，而这种行情之下没有阴线的出现，我们需要通过阳线提前于市场的下跌而去判定目前是风险还是机会。因为如果在这种连续大涨之后的调整，你等待下跌之后再去卖出股票，往往容易卖在一个低点，或者很容易出现大幅的利润回吐。我们需要在当下的强势行情当中观察阳线的判断以及左侧的操作思维。而第二部分会讲解一下当下资金指标所发现的市场的异动。第三部分是关于空间的顶底的价位测算，一部分是纳斯达克，另外一部分是特斯拉。这呢也是我们本期视频大部分时间所会讲到的内容。所以本期的视频安排内容比较多，希望大家呢能够耐心的观看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观看。那么现在我们开始今天的第一部分内容，市场的阳线观察。那么学习阳线观察前，阿哲希望带着大家再次了解关于蜡烛图的3个组成要素。第一部分是阴阳，代表的是它的整体趋势，当下行情涨跌是多还是空。第二是影线，市场当中 K 线的影线长短代表是转折的多空意愿。而第三部分我们今天的主角是实体，实体的大小代表内在动能的强弱，而实体 K 线的实体放大和缩小代表是一个多空的动能变化。而我们要通过市场当中的阳线来去判断当下的一个机会还是风险，我们需要用到第三部分实体的要素。那么所谓的价格走势怎么通过实体来判断市场即将走弱或者容易调整，这是阿哲曾经分享过的一个模型，叫3阳小顶结构模型。通过这个模型，哪怕你是个新手小白，你也可以知道市场当下有一定的风险。我们看到图中这个模型的结构，它的2个条件其实很简单。第一个是市场它必须要走出连续3天的阳线，3天阳线不一定都是上涨的真阳线，它里面可以允许存在下跌的假阳线，但它必须得要是绿色的阳线连续3天出现。第二个条件 OC3 小于 OC2， 代表是价格在开盘和收盘的一个距离，一个数值，也就是市场当中阳线的实体。而如果出现了 OC3 3号 K 线的实体比 OC2 2号 K 线的实体有所缩小，并且缩小的幅度越大，那么说明这种动能上涨动能的变化越是强烈，它一般预示市场将容易出现上涨的衰竭，会容易出现调整的行情。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图表，它是纳斯达克的指数图表日线图，而图表当中呢有一些信号 K 线，
在 K 线的头顶上出现了一个十日星、十日架，它就代表了一个三阳小顶模型结构的出现。比如说看这一根 K 线，为什么是三阳小顶？因为如果它是1，它是2，它是3，那么是否2号 K 线的实体比3号 K 线的实体是要很明显的是大的，3号 K 线的实体是很明显比2号 K 线要缩小的，那么出现这个结构就是一个三阳小顶的模型，它代表目前的上涨动能有所衰竭。大家注意了，有所衰竭不代表它一定会见顶，所以阿哲在这里有2种的卖法，确定市场大概率要下跌，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调整。那么通过这2种卖法，我们来看一下当前市场曾经出现过的三阳小顶结构。那你看一下这个地方，是不是出现了1根阳线、2根阳线、3根阳线，而第3根阳线的实体比第2根是有所缩短的，但缩短的不是很多，不过它也是三阳小顶。那么它的低点只要不被跌破，对于右侧投资者来说就不是特别大的风险。好，股价呢继续上涨，而我们看到这一根 K 线是不是也是三阳小顶？3号 K 线和2号 K 线它的实体有明显的变化，3号 K 线是一根十日星，2号 K 线呢是一根大阳线，所以股价这种三阳小顶一般预示着大概率的调整，出现一根阴线的反包，而后价格出现小级别的高点。那看到这个地方也是3天收阳，3号 K 线实体比2号 K 线的实体有所缩短，但是缩短的不多，所以这个风险不是很大。我们发现它出现了1天的跌破，第2天立马的收回，那么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地方它就是牛回头，它是一个相对的破位洗盘行为，股价后续继续的上涨。所以呢，三阳小顶除了提醒风险之外，如果三阳小顶出现的是一个破位之后快速修复的行为，一般预示着这很可能是一个主力洗盘的行为，后续行情反而会继续看涨，反而是一个再次的买入进场点位。我们看到这里也是连续的上涨，阳线的实体不断的缩小，不断的缩小。一般呢，如果上涨当中频繁出现三阳小顶信号，把它的最后1天 K 线作为防守位，跌破又收回，我们意味着这里可能会有机会，但是这里突然之间跳空破位，它是一个很明显的有效跌破。那从这一根 K 线开始，我们知道这个三阳小顶它真的要成顶了，股价后续展开一轮相对长时间的大幅度的下跌。这是对于纳斯达克指数24年6月这一轮上涨到7月见顶，它的一个三阳小顶的表现。我们再看到这一轮行情的走势，从纳斯达克指数9月份到目前的上涨，它出现过数次的三阳小顶。那么具体给我们什么帮助呢？我们看到此处是不是股价3号 K 线比2号 K 线有所缩短，那么它是一个三阳小顶，股价换一个防守线。那么3之后呢，又出现了一根 K 线实体再次的缩短，而又是一根 K 线实体再次的缩短，那么我们就应该把低点画反手。那股价没有跌破，说明右侧的确认信号并没有表示风险出现、风险释放，那么价格后续继续上涨。好，看到这一天，股价出现了连续的1天、2天、3天阳线，而3号 K 线阳线实体特别的小。一般这种3号 K 线实体比2号 K 线实体小特别多、特别明显的情况下，它大概率会有调整。好，那么后续第2天立马暴跌，而后略微跌破，但是隔天立马修复。我们说这种走势叫什么？叫牛回头给你的买点机会，股价后续出现了再次的上涨。好，我们再看到后续这个低点有吗？没有跌破，也是三阳小顶，但是他们的这种三阳小顶呢，动能衰竭的不明显啊，包括这个地方也是三阳小顶，动能衰竭不是很明显。但是你会发现没有跌破还好，跌破之后连续3天收盘都在小顶的低点之下，那么股价就会变弱，后续一直震荡，直到呢在近期又出现了上涨。而这个上涨目前是不是连续的？除了这2天的实体在放大，而后最近的这3天实体是不是不断的在减小？而在昨天
也就是周五的时候，美股市场出现了一根十日星，整体振幅只有0.4%几。好，那么这根 K 线它的实体比昨天、比之前的实体都大幅缩短、大幅的减小。那么这里的三阳小顶，它的信号将会在短期告诉我们风险巨大。那它一定会调整吗？还是说它的调整会成为牛回头呢？我们就要关注一下这个信号。这一根 K 线的低点将是近期我们再去操盘时要关注的价位。股价如果在下周一直接跌破，这是第一种情况，立马我们要进行获利的了结。当然呢，如果左侧的交易，我们一般是出现三阳小顶之后，就可以隔天去卖出。我们看到刚才给到大家的一个图谱当中，是不是有两种卖法？激进型的投资者，第二天冲高就卖出。也就是说，如果你是比较激进的，那么你短线在近期肯定是有获利。不管是抄底、埋伏、途中追涨，目前肯定是赚钱的。那么出现三阳小顶，你第二天就可以卖出啊；出现三阳小顶，第二天就可以分仓卖出。那如果是右侧投资者，我们就按情况来。第一种，股价下跌破位，最好是实体有过半的破位，不是十日星，不是一根低开高走阳线的破位啊，是一根阴线的破位，意味着风险大概率要在此释放。它至少是一个小高点。那如果破位之后，第二种情况，在破位之后立马的收盘收回，立马的修复，那一般意味着它叫做牛回头，它是一个普通的下跌，它是一个简单的牛市调整，这是一个牛回头的再次上车点位。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下周的周一和周二去观察一下这个三阳小顶后的变化。当然呢，如果市场更为强势，那么可能会直接以阳线收盘突破三阳小顶的高点，仿包周五的十日星 K 线，那么就是一个再次追涨加仓的机会。这是三种情况，也是我们通过三阳小顶裸 K 图谱告诉大家目前纳斯达克指数第一种阳线观察所得出的结论。目前短线小心，但是也不用特别的在意，我们可以找到牛回头的启动点。像之前踏空的同学，你可以期待一次牛回头的买点出现。那么听到现在，阿哲希望呢，如果你是一位老同学，那么希望大家能够照常帮助阿哲的视频点个赞，支持阿哲的视频的发布。如果你是新同学，那么第一次来观看阿哲视频，刚才阿哲的视频如果对你是有帮助的，也希望大家能够点一个订阅，未来阿哲的每期视频你都可以每天的去观看。同时呢，你可以点个小铃铛，小铃铛点开全部之后，那么阿哲以后未来一发布视频，一点开直播，那么你就可以及时的收到阿哲的所有更新的提醒。感谢新同学的订阅和老同学的点赞。那么接下来我们讲了第一部分的阳线观察，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第二部分，关于市场的资金动向指标对目前纳斯达克指数的变化有什么发现呢？现在我们来到第二部分，目前大家所看到的图表呢，依旧是纳斯达克的日线图，但是下方阿哲增加了一个指标，这个指标是阿哲日常在分析个股时都会用到的 BBD 净差，短线资金流入流出的一个指标。那么看到下方的一个资金，当市场的资金出现的是红柱，意味着目前的行情处于短线资金流出当中。而如果出现的是一个绿柱，说明目前的价格走势 K 线的背后是资金的流进，这是一个更加深层次分析 K 线背后的形成原因，分析 K 线背后的资金逻辑。那么这个指标怎么去看？其实很简单，我们上期视频也讲过一个方法，就是你要关注这一个蓝色线，蓝色线代表零轴，零轴是资金在流进和流出的强弱分界线。在之上意味着资金短线强势，不管是流进还是流出，都意味着资金强势。而在零轴之下，不管资金是绿还是红，都意味当前市场资金整体表现弱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会告诉我们关键的点位，就是当市场出现了资金柱横穿零轴时，那么那一天就是关键的一天，那一天所包含的 K 线所出现的 K 线就是短期关键 K 线。比如说阿哲这里呢，简单把近期的关键 K 线标记一下，这一天市场是穿过了零轴，
这一天市场也是穿过了零轴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一天还有这一天，都是短期市场当中穿过零轴之后我们要去发现的，我们要去观察的关键资金柱。那你看一下他们这些资金柱在横穿零轴之后所表现出来的股价的价位有什么特色，包括前期的这一天也是关键的资金柱穿过零轴线，以及这一天，包括还有这一天。现在阿哲呢在图表当中就把近期这2个月以来所有的横穿零轴的资金柱所对应的 K 线都放到了图表当中，供大家去分析。我们其实很简单，你把关键的 K 线画一个方框，你就知道阿哲想表达的意思。当这种关键 K 线出现的时候，股价如果对此后续的表现是突破的，以及是回踩有支撑的，那么这些意味着都是机会。而如果股价的下跌是后续跌破了关键资金柱，那么短线将要进行调整。而当市场出现资金柱之后是快速的突破，则预示着这都是一次次的低点的机会，都是一个机会。而如果出现大跌，资金柱穿过零轴，那么市场后续只要没跌破，那么它就是一个洗盘砸盘的低点。而市场如果横穿资金柱，但后续却并没能突破，往往它是一个多方上涨的衰竭点。你会发现的是，当市场是一个绿柱上穿时，股价只要快速突破，说明这一波行情它不是一个弱势的多头行情。而当市场出现回调下穿资金柱时，只要后续快速的跌破，那么也意味着这一个回调它不是简单的回调，它很有可能是一个资金的兑现，资金的出货行为。那么直到呢我们看到这个上涨，股价出现的资金柱它并没有跌破，而是突破，那么意味这个位置将是转势，将是一个行情再次资金的流进点，不是简单的反弹。多方的行情是比较强势的。那当这种行情出现上涨的回调的时候，出现的这种资金柱，你看这一天是流出资金穿过了零轴，但 K 线是阳线，这是背后不一样的地方，它的逻辑是不同的。只是简单通过 K 线分析是很难看到这一点的。好，那么这一根 K 线它所包含的区间只要不被跌破，那么这一波回调将不会延续，这一波回调它就只是回调，它的上涨将会持续，股价突破继续看涨，包括这一天是吧？股价突破继续看涨，股价大跌，但是后续呢它的资金柱有被跌破吗？没跌破，所以没有问题。包括这一天大跌资金柱呢没跌破，没有问题。那目前股价上涨出现的最新的关键资金柱是这一根 K 线，这一根 K 线它的高点低点是不是作为关键的区间？后续股价它是衰弱了吗？它股价有没有衰竭？它继续跳空突破。所以目前这个资金柱告诉我们，现在的市场就是一个牛市，就是一个多头特别强势的市场。股价后续敢往这里跌，敢往这里调，在这一根阳线辐射区间之上都是买点，只是你是买的更低一些，还是买的相对高一些？你是买在止跌点，还是买在下跌的中途？就看个人的本事，看你的水平如何，以及阿哲会在后续视频当中及时的提醒。如果真的有牛回头的机会，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及时的把握。那么第3部分我们要讲一下更加进阶的技术分析，空间的顶底测算。关于空间顶底测算纳斯达克指数部分，是阿哲呢日常会提供给订阅粉丝观众的一个专属信息，会在阿哲的 TG 粉丝群组当中去进行发售。大家看到图中的这一个信息，就是阿哲在11月8号昨天美股开盘之前这个时间点呢是4点，因为阿哲这边呢是香港时间，在香港时间11月8号的4点22分，阿哲发布了这一条信息。那么其中呢，信息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个日内的点位预测，阿哲会告诉大家这一天它的理论上最大的涨幅应该到哪个点，以及它最大理论上的跌幅它最多跌到哪个点。那么这2个点位就是当下行情的正常运作区间。而我们看到昨天的行情走势，它的正常区间理应在阿哲所画的这个方框之内。那你会发现的是，股价是不是就处于这个方框之内？
价格的最高点、最低点都没有去超过阿哲所预测的范围，那么这种是一个正常的多头表现。它意味目前的市场没有明确的一个强势多头或者说强势空头的发现。好，那么这种情况在目前行情的出现，它意味什么呢？是什么都不说明，是没有风险、没有机会吗？其实不是。我们看一下之前的预测，这一个星期的预测是阿哲在10月初时就一直在进行，一直在画的。如果你是老同学，应该是从10月初就跟到了现在。那么我们来看到这里，在之前从这一个高点的位置出现了股价上涨，而后出现跌破阿哲所预测的日内低点。一般日内低点是阿哲认为当天它再怎么下跌也不应该跌破的，而如果当天的下跌它却出现了收盘的跌破，或者说收盘的突破，那么就是一个方向性的选择。而这一天是收盘跌破了阿哲预测的低点，所以这一天开始空方出现空头强势，我们会发现第二天立马大跌，而第二天的大跌也出现这种情况，叫开盘就跌破。如果收盘跌破属于空方的出现，那开盘就跌破属于空头极度的强势，空方极度的弱势。所以我们也会看到在后续的走势当中，空方出现的时候，要么是未跌破，要么是再跌破，这种都不能属于反转的走势，而唯有市场再次出现开盘就突破预测的高点，所以这一天开始市场极度的多头强势出现，而连续的这一天又是再次开盘把阿哲所预测的最高的高点给突破了，而且大幅突破，所以这一天开始阿哲觉得疯牛来了。那么后续是不是继续的收盘把阿哲的预测高点给突破？那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个变化，前面2天开盘就突破了，意味着多头极度强势，但到了第3天它的开盘已经突破不了了，它只能用收盘来突破，而到了第4天它的收盘都已经突破不了了。所以目前不止 K 线告诉我们它的价格上涨在衰弱，从空间的预测来看也同样如此，从一开始的开盘就能突破预测高点，到现在高点已经无法突破，而再次走弱，那就有可能是跌破阿哲每天预测的日内低点。那么这一条信息只要你是订阅观众都能够收得到，接下来的风险将会在跌破阿哲预测的低点开始。那么换而言之，如果市场当中后续的调整它一直都在正常的高低点区间内，而没有出现跌破阿哲所预测的低点，那么也就是说它是一个非常强势的牛市回调，而没有任何出货的现象。这种回调动作是一直未突破未跌破的状况，我们就会后续依旧保持强势看涨，多头只是在休息而已。那么怎么样去看到阿哲每天的这条信息呢？如果你是一个老同学，你应该每天都可以收到这一条阿哲所预测的点位消息。那如果你是今天才订阅才关注阿哲频道的，我们是刚认识，我们是新朋友，那么阿哲告诉大家怎么去领取。其实很简单，只要是订阅观众，阿哲会日常赠送3份福利。第一个是粉丝群组，阿哲有一个知识交流的群组，阿哲所教学的任何的技术分析，你有疑问有不懂，都可以在阿哲的群组当中去提问，阿哲看到会及时的解答。第二部分是盘前解析点位的预测，就是阿哲每天盘前所发布的那条解析信息。第3部分是订阅观众能够在粉丝群组当中接收到阿哲更加进阶的技术分析内容，而这些进阶的知识，阿哲会在粉丝群组当中以内部直播课程的方式来为大家分享。比如我们在下周的课程的安排就是目前大家所看到的，下周阿哲想跟大家去分享的是量化的精确交易，会有5种量化的模型，由阿哲和阿哲团队的老师为大家共同的去分享，怎么通过量化模型找到精准的低点去交易，怎么通过量化模型找到成交量的秘密。那么以上这5种模型就是阿哲和团队的老师在下周会给大家去分享的。如果你加入了阿哲的粉丝群组，那么这些课程都会免费的让大家去收听，这些课程都是不公开的，无法在我们外界，无法在阿哲的公开频道中去收听的。那么同时，如果你是新同学，
你也可以呢跟助教老师去领取一下我们的一个回放。11月4号到11月7号，阿哲在这其中呢还讲了2节时间分析，如何用时间来预测市场的低点和高点。那么很多朋友学会之后呢，感觉很神奇，并且很受用，还自己能够去预测到了市场的一些高点和低点。那么希望大家新订阅的同学也千万不要错过，可以及时和助教老师领取回放。那么怎么样去找到助教老师？在阿哲底下的评论区，大家注意了，在阿哲底下视频底下的评论区有一条阿哲所置顶的评论，评论当中呢是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他的 Telegram。那么你点击之后，就可以在 TG 当中找到助教老师，跟助教老师申请一下回放，以及提醒助教老师在下周课程开始的时候，把不公开的直播间链接分享给你，让你能够及时的听课。这是我们的一个双重订阅福利，订阅阿哲，点击下方评论区链接即可跟助教老师进行领取。在这里呢，再次感谢您的订阅，希望阿哲的内容对你是有帮助的。未来我们可以一起的研究，一起的学习，长久的进行。那么接下来我们讲一下关于指数分析后的第2部分，个股的行情解析。我们看到今天的个股列表，特斯拉、英伟达、Coin、苹果和谷歌都是呢上期视频我们所讲解过的，现在我们如期做一个持续的跟踪和趋势的分析。那么第1部分我们还是要讲一下关于特斯拉的空间点位的测算，告诉大家几个特斯拉的关键点位。如果你对于特斯拉是感兴趣的，并且甚至手中还持有特斯拉，那么接下来这个空间点位对于你来说应该有所帮助。好的，现在你所看到的是特斯拉最近的短线图谱，而阿哲呢在图表当中所标记的价位，就是阿哲所预测出来的特斯拉短线关键的空间点位。我们看到图中，那么股价只要在这些空间点位之下，就说明它这个空间点位是压力的提醒，而股价的收盘只要在空间点位之上，则说明这个空间点位呢主要是一个支撑的提醒，支撑的作用。而目前的价格在 265.65 308.19 之上，那么也就是说目前的价格离得最近的一个支撑是 308.19， 而离得最近的压力，并且这个压力呢是共振的压力，那么是这个区间 338.27 到 334.96， 仅有一点差距。也就是说目前的特斯拉如果向上再往上冲一冲，基本上就会遇到这个压力。而在这个压力区间，如果它出现了10日星，或者说小阳线，甚至呢是冲高回落的阴线，只要是收盘不能突破，那么则意味着这将是一个重灾区，它的股价将在此处会出现停顿。而如果出现明显的下跌，那么也就意味着股价的高点将在这个空间产生，我们要特别小心。后续不能收盘突破，则这个地方将是你的短线的一次获利了结的绝佳点位。同时，如果假设在此处遇到了压力，而资金不能去推动去突破，那么后续的回调，第一个我们要关注的就是308.19。在此处如果出现10日星下影线止跌 K 线，将是一次再次看涨再次看上的一个机会，也是呢一个牛回头的买点，特斯拉的牛回头买点。那么相对来说，有同学也会认为这一个压力点位如果被快速的突破呢，如果能够快速的突破，比如说像前方的这一个 265.6 的价位，当股价从这个低点快速的突破 265.65， 那么股价将容易快速的去打到 308.19， 而目前已经快速的突破 308.19， 那么意味着股价将大概率能够到达 334.96 之上这个区间，而这个区间如果受阻，将很容易回撤这个突破的有效性。而如果这个区间不受阻，而是快速的突破，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有效突破将会快速的再次打开空间，突进 361.73， 我们再去进行观察。那么这几个点位，相信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在下周你是可以用得到的。那么这一个空间价位的预测，应该能够给到大家一些帮助。大家呢可以把它记到你的行情走势当中，一旦碰到，要关注股价的表现，
一旦在关键的压力位有资金流出，那么要特别的小心高点的形成。刚才我们讲的是特斯拉的空间点位预测，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图表是特斯拉的日线图表。那么日线图表当中，大家要注意了，因为特斯拉近期的快速走势上涨，而你很明显会发现指数出现了三阳小顶，代表市场当中大部分的平均个股都出现了三阳小顶，而目前的特斯拉却并没有，它的阳线是一天一天在放大的，所以就说明了一个点，它目前是极度的强势于指数和市场当中平均的个股。那么这种走势下，则意味着哪怕指数后面会回调，那么特斯拉大概率会比指数更晚的调整，或者说它可能都不回调。所以目前的股价除了注意空间点位之外，之前我们说过特斯拉前方的这一个点位，注意了，这一个缺口的位置是一个大量形成，并且呢，它是一个长时间不回补的缺口，而这种缺口一旦被回补，比如说像前面这个缺口一旦被回补，一旦这种向下的跳空缺口被回补，往往它会出现空方的反击力度，而多头很多时候是会受压的。但你会发现的是，近期的特斯拉出现了上涨之后，出现了回补这个向下跳空的缺口之后，它有出现空头的反击吗？没有，市场呢依旧在很高扬的挺进，很高调的多头依旧在强攻。所以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多头你要说它左侧衰竭了没有？是没有的。那超买了吗？阿哲认为目前也维持上涨，这个地方很有可能是牛市的一个启动点，而不是简单的短线高点。我们也可以看到下方的资金指标，那我们看到下方的关键柱子，来，像刚才我们所说的，是不是只要你找到能够上穿和下穿零轴的 K 线，那么它就是一个关键的 K 线。那么这个 K 线在哪呢？阿哲现在把它一个一个的标记好。那么现在你会看到特斯拉它近期所出现的关键架柱有4个，第一个把它画一个区间，是不是后续股价出现了向下的跌破？所以这种向下跌破关键区间，股价后面是不是暴跌的，出现了调整的？那么像这一个股价的价位呢，我们会发现第二天立马的突破，而后牛回头回踩了一下关键资金柱的低点，再次收阳，再次突破，股价启动。那么包括像最近的这一根 K 线是形成了大缺口的 K 线，又是一根关键的 K 线。好，这一根 K 线它产生之后，价格依旧向上突破，说明行情继续顺势看涨。那么同样的，在这种区间之上，资金柱之上，只要短线敢调，那么就不是风险，而是牛回头的买点。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根 K 线的高点是多少，它的最高价是 289.59， 它的最低价是 275.62。 如果股价真给机会调，那么这个点位将特别的重要。那有朋友说，阿哲，那假设特斯拉很强势，它都不调到这里呢？那也没关系，我们刚才说到了还有一个空间的价位，你可以用空间的价位去衡量股价的第一个调整的点位。现在我们看到第二只个股是英伟达，英伟达最近呢也出现了一个缺口，而股价上涨。当然在这里阿哲想要讲的呢不是缺口，我们在上期视频当中就讲过这一个 BBD 的使用技巧，是不是？阿哲当时说过，股价英伟达只要再次上涨，基本上就会出现关键的 K 线。那么很巧，它这一天就是上涨的，而价格呢也如期出现了关键 K 线。那么我们现在把英伟达本轮行情当中的关键 K 线画出来，这一天是关键的 K 线，而这一天也是关键 K 线，只要它上穿和下穿了零轴，那么这就是资金的异动，而资金的异动所包含的 K 线，它就是关键的 K 线。我们现在把关键 K 线画好之后，你看一下这些关键 K 线的区间一旦被跌破，或者说一旦呢出现了上涨关键 K 线受阻，亦或者是下跌关键 K 线止跌，再出现关键 K 线突破，你会发现的是，只要关键 K 线出现，一般它就会有一个方向性的选择。如果突破就是看涨，跌破就是看空。如果是回调中有关键 K 线，正常呢是一个回调低点。上涨中如果有关键 K 线，你就要小心，它会是一个高点。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最新的这一根关键 K 线，它的高点和低点画一个方框，股价目前的 K 线有出现突破吗？没有出现突破，而反而收了阴线。当股价出现短线上涨，关键的资金柱出现，而后高点不能被快速突破时，这里就是一个风险。唯有股价能够收盘继续突破，才意味着本轮的加速多头没有走弱，而继续能够看涨。那么同样这里要小心的是，它也是一个负线啊。我们之前说过，当价格出现了最高价比昨天的阳线高，收盘价比昨天阳线实体的一半要低的时候，就是一个负线。那么负线的出现呢，它有可能是砸盘，也有可能是一个价格的高点。比如说出现了负线，一般怎么判断？它隔天的阳线能不能被突破？出现了负线，隔天的 K 线能不能被突破？不能突破，大概率就是一个出货的负线。而股价如果上涨回调当中出现了负线，隔天的阳线，它隔天的 K 线能够被突破，一般就是一个砸盘行为罢了。那目前你会看到有一根 K 线，最高价比昨天的阳线最高价高，收盘价低于昨天阳线的实体一半。它是一个负线，负线后观察一天，这根 K 线如果后续能被突破，将是一个牛回头买点；如果不能被突破，将在这里出现英伟达的短线出货行情。现在我们看到这一只个股，这个个股呢是 Coin。那么阿哲呢在上期视频当中讲过，我们本来有很多只关于比特币相关的个股可以挑选，但是为什么选了 Coin？关于 MSTR， 在上期视频当中出现的是一根假阴线，决策阴线。阿哲说过，反包之后才更加有可能是延续上涨，是不是刚好是反包？那如果呢，这里做短线也是有一定的获利，有一定的盈利空间的，但是价位上相对还是偏高的。而还有就是 MARA 的话就是比较弱的，它一直呢是一个低位的震荡，哪怕指数出现了大涨，它呢也并没有去创新高，并没有出现异动行为，像它只是一个上涨的缺口，而且左侧是没有出现了一个同位缺口，没有出现跟指数类似的反转形态。但是像 Coin 却是都有，你会发现它一根大阳线出现，它不止创了左侧新高，同时呢也构成了一个反转的倒形形态，基本是跟指数同步，甚至呢略强于指数。而最近的走势就开始有所走弱了，指数连续的跳空，而它却仅仅只是略微的上扬，但是也算有6-7个点的利润。那目前的 Coin 来到了一个价位，是左侧的高点，7月23号啊，24年7月23号这根长上影线的 K 线附近。我们知道价格的高点一般是会有压力的，而这个地方的高点可不是一个简单的高点，它是曾经长时间连续多次触碰之后的高点，所以这里呢将会有一个重大的压力区间，是一个重灾区。那股价之前碰到就是上影线，碰到就是上影线，而目前这里还没有出现这种衰竭的 K 线，没有上影线，没有收阴，没有下跌，所以呢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它是否能够延续强势直接突破，如果可以，那么 Coin 依旧是看涨的，依旧有机会。而如果在这个地方反而出现了下跌，反而出现了收阴，或者说长上影线，因为它所处的空间是一个重大的压力区，是个重灾区，那么我们就要相对来说短线的获利了结。这是 Coin 的分析。下一只个股我们看到苹果，苹果的话，我们上期视频讲的是一个波段信号，波段的底部信号。当市场出现了一个下跌，而出现了这个钻石底部信号之后，它只要被突破，就意味着机会的到来。是不是突破之后，股价出现了一个短期的向上波动？但是目前我们要注意了，它毕竟是一个弱势股。我们说过，目前的市场是强势上涨创新高，而且连续跳空的，所以苹果呢，目前是一个比 Coin 还要弱的个股，它离前高还挺远的，并且它是没有跳空向上的缺口，而股价前期是相对的大跌过的，所以这个位置我们虽然说它是一个波段底部的信号，但是阿哲呢是以一个超跌反弹去捕捉的。那后面能不能走出波段，我们需要慢慢的去跟踪，慢慢的去观察。阿哲还是有信心的，但是目前它确实是个弱势股。
弱势股的问题就在于它的资金一般是很难短期受到强势的青睐。你会发现的是，目前的资金一直在零轴之下，它都没能上穿零轴，所以这是一个不太好的现象。之前出现了下跌之后，这一个过零轴的 K 线形成了短期的低点，而后突破有了一个反弹。但目前呢，我们没有找到这种关键的 K 线，而价格当前是回到了这个关键 K 线。大家注意了，这一根是近期唯一一根关键的资金架柱，而这一根 K 线它曾经的区间在这里，而苹果在突破了信号之后出现了一个波动向上，而目前在这个空间价位关键的 K 线之下出现了一个压力的提醒，一个长上影线，所以你要小心，这里呢有机会是一个首次的获利了结点位，而更好的是能够快速的反包阳线，把前方的这一根 K 线再次的突破，这是苹果接下来要去关注的。如果这里都过不去，那么此处将是一个震荡，纳斯达克指数的上涨将和它没有太多关系。那么你在这其中要是放太多仓位的话呢，就是浪费时间，浪费金钱。所以苹果只能说小仓位去把握，小仓位去看一下波段的走势能否成立。最后我们看到谷歌目前的情况是有些尴尬的。阿哲虽然一直是看涨，但是目前有一个现象，就是它左侧有一个向下的跳空缺口，而且是比较长时间没有被回补的。那么这个缺口呢，曾经也是有量的，所以有量长时间没有被回补的大缺口，我们说过特斯拉当时也面临这种情况。而这种缺口一旦回补，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会出现空方的反击，空方的出现。而很明显，特斯拉是强势的，继续的高昂上涨，但是谷歌却并不是。谷歌呢，遇到这种缺口回补之后，确实出现了下跌。而目前的谷歌价位再次的来到了这个压力区间中，能否去突破这一个缺口，能否在这里反抗空头的压力，就是当下去关注的。所以目前的谷歌来到了一个强弱分水岭当中，是如何选择，我们接下来要去看好。那么当下的谷歌在 K 线上出现了一个包线的现象，也就是晕线。这根 K 线的价格基本是在昨天的实体之内。那为什么说基本呢？因为它并没有完全的包裹。我们看一下这一个信号啊，阿哲呢叫做晕线，叫做刹车键。那么刹车信号曾经在谷歌是出现过几次啊？这里有出现过一次，小 K 线被大 K 线完全的包含，小 K 线被大 K 线完全的包含啊，包括这些位置，小 K 线的所有价格被大 K 线的实体所包含，这种叫做晕线。好，出现之后，那么股价后续没突破，而是跌破，就是价格看跌。股价没有突破，继续跌破，连续的晕线，连续的跌破，造成了这一波下跌的形成。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晕线出现，股价突破向上，那么是不是高点是晕线的破位，低点是晕线的突破？这个顶底用晕线也可以把握。那包括这个地方也是晕线，股价呢迟迟不跌破，而后续突破，那么再加上财报的发布，是不是一飞冲天？那目前的趋势就走出来了。那么像现在是没有信号的，因为它不是一个标准的晕线，但它同样有晕线的效果。我们把它的高点低点画线，它如果继续突破，则意味方向选择向上；如果是选择跌破，则这里将再次走弱。这是谷歌我们当下要去关注的价格表现。以上呢就是对于美股纳斯达克指数的指数分析、空间预测，以及呢特斯拉、英伟达、Coin、苹果、谷歌等等热门个股标的的趋势分析和价格点位判断。希望以上的内容对大家是有所帮助的。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